滚石料。马小石头基础，修平勾擦摆放面层时，先把面层食材摆好，支平支稳，然后上色，再落红为大师。搞定一个，开始下一个。准备石料，挖基础，大大小小，石头都码放过来，地面一下，直达平整。上泥，敲平，揪石料，码放面层时，翻滚大石头，直达左移，入土位，起火。辛苦了，工人们，真漂亮。
槽，沿嵌入两边的立柱，中间要开燕尾锁，加梯字横梁。用现代工具和传统的翻老工具一起开凿，切出燕尾锁。这个燕尾榫还是蛮费工的。安装完毕。白族老屋施工现场如火如荼，各路工种齐头并进。卫生间也用三合土回填，浇灌混凝土，炒泼水。阁楼也开始进展，将屋顶捅破，增高。白族老屋三开间中柱梁，将其卸掉，放在两侧的辅梁上，并用钢构加以加固，将其罩平，并找出水平，包括泼水的尺寸。在现场要放样，做出钢构的阁楼。购买钢材，打磨下料，焊接。弧形切割，焊接。天窗安装中，阁楼制作中。找好坡屋顶的坡水，要让东西两向的坡梁完全吻合对接。做完一边，按同样的角度做另外一边。当两侧做好，需要把横向的钢梁拉拢两侧的斜梁。最后把屋脊梁都拉拢，屋脊梁要悬挑出侧面的
山墙的斜梁，安装门锁，给窗框刷漆，开始安装。将钢钉打入石头墙和钢框焊接。窗外的野生柿子已经长满了绿叶。阁楼开始制作缩床，用传统的轴承来焊接。近20天以来的点点滴滴，火光四溅，尺寸较劲，焊接打磨，上底漆，上面漆，安装固定。夕阳很美，在阁楼看夕阳很棒很棒。天窗采光，锁具开孔，精雕细琢，细细大密，美好的石头房子。用凿子在弓榫上打开缝隙，将木楔子插入。木楔子上要带乳胶，一边框打老木框，一边加固新的木楔子，将多余的部分敲掉。窗户也是同样，将废旧的旧窗户、旧门重新打乱拼装，又是别样的风貌。经过4、5天的时间，这一转20多米长的花式栏杆终于完成了。看这一块块红砖
一片片灰瓦，再加上顶上的板瓦双层叠加的样式，最后盖以铜瓦。而且这种铜瓦是这2幢老房子其中之一幢拆下来的。这种铜瓦的规格相当久远古老，据说100年以上。这是完成的外立面基本样式。这一种铜瓦长度420，这是它的弯曲细节、卷翘细节以及它的厚度。这是和现代的机制瓦的对比，机制砖的对比。背衬苍山，3开间加阁楼，这样的围栏样式连接了2个3开间的主房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红砖的地面铺设。在夯实的地面基础上撒好水，将准备好的干拌粗砂灰倒在地面，用抹子摊平，量好高度，然后再准备细砂灰。先将干拌的粗砂灰用靠尺靠平，再将准备好的细砂灰抹平在粗砂灰上面，用锤轻轻敲打，将红砖粘接在水平线以下。在铺装过程中要注意砖与砖的缝隙，我们可以用固定的小木板作为卡尺，控制缝隙的均匀。洒水养护，铺膜保护，然后再嵌入水泥细沙的奶油状嵌缝。待嵌缝的水泥沙将半干的时候，用水管的弯头将缝隙勾匀成凹状，最后是收口节点。我们与墙之间和石头缝隙之间可以用灰色的废旧板瓦来绑放整齐。我们在石头的边缘还可以用小石子过渡，顺利弥补高差和不整齐。谢谢诸多朋友进来对我的关注。今天我们来分享关于如何用废旧的瓦片来砌筑橱柜、浴室柜。我们先画好线，然后
废旧的瓦片进行筛选。我们本次选用铜瓦，将主骨干用铜瓦平铺的方式逐层叠加，然后用铜瓦的立向方式进行收口。我们再用废旧的木板做支模，然后边扎钢筋，浇筑混凝土，并水泥压光，把水槽和灶台的这些个口都预先留好，然后再做岛台，先放线。同样的方法也是拿铜瓦筑一砌筑，用废旧的木板做隔板，最后进行一些个细节的收边收口。在地角方面，我们要悬抬起来，以防止厨房有水浸泡了橱柜里的物品。那有些边边角角都要用小的塑料薄膜，慢慢的勾勒，慢慢的修饰，让它光滑、平、细腻。做到浴室柜也是同样的方式。我们在瓦和瓦之间需要用细水泥进行勾缝。那么举一反三，像其他的卫生间，我们也同样做法。包括水盆，它的上下水孔，我们都要在我是设计师杨子，今天我们来分享几盏灯具。对于石头、木头、小青瓦这样的房屋，既然都是天然的材料，那么我们灯具也要选用天然材料，比如说竹编，又或者可以用实木、布艺，或者是藤艺，还有铁艺、金属都可以，可以是黑色、白色、本色，尽量的显出它的素雅。那么有落地灯，有吊灯，有蛋形灯，各种各样的造型，我们尽可能的丰富它在这些空间里头能够多样化的呈现，使得整个空间的氛围被衬托出来。美好的石头、木头、小青瓦，还有土坯墙，我们期待这些灯在空间里将布置出来的时候，再一次呈现给大家。收了一些老物件，小柜子、小椅子、小茶几，都是实木的，原封原样。还有小箱子，这是经过2次处理，涂刷过白漆的。还有衣架，竹木的。还有五斗柜，纯实木的，北欧风格。还有一些躺椅，剪的，榻榻米剪的。今天首次迎来了今年的雷雨，经过雨下过的房屋还是蛮好看的。玻璃屋顶，雨珠子在反溅，啪啦啪啦的掉落在瓦面上。
所有的木头窗户玻璃都装完了。前面看，后面看，上面看，处处都有光。阴雨多云的天气，让色彩还原度更接近本身建筑材料的色彩。测量天窗，定制窗帘。